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于恩泰和史林子的婚变事件这几天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認識於恩泰都是通過《武林外傳》裡那個滿腹經綸的呂秀才。現實中的他確實也算是個學霸，在取得學士學位之後，他一路讀到了中央戲劇學院博士，還去過牛津大學深造，所以他飾演這個呂秀才那種氣質是由內而外的。就這樣一個看起來儒雅斯文的文化人誰能想到他的婚姻會鬧到如今這個地步？這場婚變的時間線可以追溯到2022年左右。根據爆料於恩泰與妻子史林子已經分居2到3年了。兩個人的離婚訴訟呢，在2025年的11月14號進行了第2次的開庭。整個事件最早是被資深的娛記卓偉曝光的。他在語音中就透露說於恩泰把妻子完全拉黑，不再支付撫養費和房租，逼得原來住在高檔公寓的史林子帶着2個孩子搬到了普通的住宅。這裡面非常引人關注的是那300箱茅台的一個爭議。卓偉說這些茅台原本存放在史林子老家的別墅裡面，價值大概500萬，但在離婚前2年就被於恩泰轉移走了。史林子通過父親身份去查於恩泰的賬戶，結果發現銀行卡裡幾乎也沒啥錢了，名下也沒什麼房產。這種情況據說就讓史林子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降低生活質量，以全職太太的優渥生活跌落到為錢發愁的窘境。史林子是一名主持人兼演員。2015年呢，他就與於恩泰結婚，結婚後就隱退回歸了家庭生活，然後生育了1兒1女。婚後他以家庭為主，然後男方於恩泰則在外拍戲工作。雙方曾經看起來感情十分的甜蜜美好。史林子呢也曾經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爸爸在哪兒，哪兒就是家，一家人還一起跑過馬拉松什麼的，畫面看起來也是相當的溫馨。但這一切呢，就是在2022年就開始發生了變化。於恩泰逐漸呢就不再回家了，聯繫也越來越少，最後就直接拉黑了妻子。但這只是一些網上披露出來的說法沒有得到真實的證實。據共同好友的爆料呢，於恩泰就發現了史林子出軌的證據。之後才與其分居的。而史林子方面呢，則指控於恩泰是拋棄妻子，停付撫養費，惡意轉移財產。總之雙方就各執一詞，矛盾呢就不斷的升級。他們雙方的矛盾還有一個就是關於孩子的探視權問題。於恩泰的好友說，史林子阻止於恩泰探望孩子，甚至呢在學校還特別交代不允許父親單獨探視。於是於恩泰就在2年幾乎沒怎麼見到孩子的時間裡寫下了365篇名為《金色你》的這個系列手稿，記錄對孩子的思念。這些細節就讓人看到了這場婚變背後，其實2個人的痛苦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在今年的11月19號，沉寂了5年沒有更新微博的於恩泰，他用簡潔有力的4點回應了整個事件。第一，為了孩子忍辱多年，不願談家醜。第二，被離婚曠日持久，歷時3年，只為錢財。第三，買通狗仔跟拍數月，捕風捉影造謠。第四，已經報警立案，相信法律正義。這個回應可以說態度堅決，字字句句都透露着無奈和隱忍。於恩泰的這個態度其實也讓我想到了之前董潔和潘粵明的這個婚變。當時董潔跟潘粵明離婚的時候，網上其實也是有各種鋪天蓋地的聲音去罵潘粵明，但是潘粵明當時也是沒有出來回應嘛，就相當於就是怎麼說，然後時隔多年之後，潘粵明憑借這個《白夜追兇》系列再度重新爆火，然後又有很多人開始出來替潘粵明說話，說當年其實是潘粵明贏了，然後那有很多不實的相關報道。但是最後他們2個人之間的事情也並沒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就是因為雙方都是比較隱忍的。這個隱忍其實對他們2個人也都是有好處的最後呢，這2個人的事業應該說都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總結最後走上了直播帶貨的賽道，而且做得非常好。像潘粵明呢翻紅了之後呢，也持續了多年，保持了一個比較紅的一個熱度。那說回於恩泰和史林子的這場婚變，最戲劇的地方就是網友態度隨着信息的不斷的披露多次反轉。最開始卓偉爆料的時候，大家幾乎一邊倒的批評於恩泰。你看，一個高學歷的文化人，怎麼能做出拉黑妻兒、不付撫養費、轉移財產這種事兒呢？很多人覺得於恩泰的儒雅人設徹底崩塌了，紛紛指責他是渣男。但很快，劇情出現了第一次反轉。就11月18號的時候，於恩泰和史林子的共同好友，這個網名叫沉默的石頭愛攝影，
曝光了大量據稱是史林子和不同男性的曖昧聊天記錄。当然，他曝光这些信息啊，我也看了，这個基本上都是網名的形式出現的哈。他指出这些網名啊就是史林子的，這個當然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證實。按照他曝光的這些信息來看，就是女方從2015年開始懷孕期間就開始出軌，2022年更是與一位姓傅的游泳教練長期保持一個不正當的關係。然後這位他們共同的好友就說呀，說史林子趁於恩泰外出拍戲的時候，把游泳教練還帶回過家哈，甚至將對方的微信備注改成携程客服來掩人耳目，還組建了閨蜜反查崗小組幫他打掩護。更狗血的是，說當於恩泰開始懷疑的時候，這個女方反過來說她有被迫害妄想症，建議朋友帶她去看精神科。你剛剛提到說給那個出軌對象起備注哈，這個我其實在很多地方看到過，說這個出軌人士啊有幾個細節，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鑑別自己的另一半是否有這個傾向。第一就是手機裡的那種備注，什麼就是這個教練，甚至還有的是10086給備注成這樣的。然後第二就是是不是這個手機在家裡長期靜音，靜音的話是尤其重要的一個細節，就是一般人不喜歡聽鈴聲就會調震動嘛，但是如果靜音就很奇怪。還有第三就是他的手機屏幕是不是永遠是扣着放在桌上的？就一般心裡沒事的話，你肯定就是隨便一放，有可能正面朝上，有可能反面朝上，对吧？但他手机永遠是扣着的，就是他會突然怕這個屏幕亮起來在你面前，這個就要特別留意。然後結合這個他起備注的話，我覺得這個可能確實就是女方有出軌了。當然了，我們這裡還要強調哈，以上的信息都是羅生門市的單方面的說法哈，現在網絡上的說法。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11月19號，就一位叫徐璐的微博用戶實名發聲，他自稱啊是那位姓傅的游泳教練的前妻，他就直接曬出了結婚證、離婚證、聊天記錄，還有一個行車記錄儀的一個存儲卡，那個卡的照片，說意思就是啊，你看我這個卡裡面什麼錄音我都有。這位叫徐璐的女士就通過微博表示，2022年的4月初，她通過行車記錄儀裡面的錄音，發現了前夫和史林子的婚外情。然後在僅僅4天後的4月7號，徐璐就和前夫辦理了離婚手續。所以有網友評價，這位徐璐真是殺伐果斷啊！4月初發現，4月7號就離婚啊！我們再來看一下徐璐的簡歷，你就發現他能做出這種殺伐果斷的行為，也不出意外。你看人家可是一位有着碩士學歷的東海漁嫂監督員，多年來投身兒童安全教育公益事業，帶領團隊開展過上百場的公益活動。這樣一位有教育背景、有組織能力、有公益履歷的這麼一個優秀的人，他的發聲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哈。那徐璐透露啊，当年他就想通過曝光這件事兒，在史林子的粉絲群裡就說過哈，結果呢秒被踢出拉黑，給於恩泰的微博也留過言，但是沒有得到任何於恩泰的回應。向各大娛樂賬號也投過稿，也全都石沉大海。整整2年，他一個人默默承受着背叛的痛苦，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出陰影。直到這次於恩泰婚變事件，這個事兒重新被提起，他才再次發聲來澄清這個事實。徐璐的發聲可以說是一記重錘啊！他可不是吃瓜群眾，也不是網絡鍵盤俠，而是這個事件中真正的受害者之一。他又保持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時間線也非常清晰，和這個於恩泰好友的爆料又完全吻合，就形成了互相印證的證據閉環。這個時候，網友的態度就發生了徹底的一個轉變，大家都開始理解於恩泰這些年他所嘴裡說的那個忍辱負重到底是咋回事了哈。就說一個男人如果發現妻子出軌，還要為了孩子強忍着不說啊，這確實需要很大的忍耐力。而且他作為一個名人哈，他還忍耐着網友對他的攻擊。該說不說這件事兒吧，讓我想到了《武林外傳》的是吧？第一女主姚晨，我感覺似曾相識啊，这個場景就當時姚晨和她的前夫凌潇肅離婚的時候嘛，好像凌潇肅這邊有點出軌的嫌疑，當時網友也是鋪天蓋地的罵凌潇肅啊，凌潇肅也沒出來澄清。後來時隔多年，凌潇肅又再婚了嘛，然後參加綜藝節目，他的老婆才說凌潇肅當時跟我都是認識，都是跟姚晨離完婚之後才認識的他，就凌潇肅其實本人是完全沒有任何出軌行為的。再聯想起這個《武林外傳》的總策劃還有編劇寧財神啊，一位非常有才華的喜劇人，也因為這個涉嫌吸毒事件然後現在銷聲匿跡了。可以說這個《武林外傳》這些主創人員確實因為這部劇，很多人都獲得了巨大的名聲和財富，但之後啊，確實有些人過得也不算順遂。
但于恩泰這個事兒還沒完，就在同一天啊，八卦媒體又說啊，就爆出了這個於恩泰和寧波德恆律師事務所美女律師張敏進挽手吃飯的同回酒店的一個視頻畫面。根據這個八卦媒體的爆料說，張敏進的丈夫葉子明已經因為妻子出軌提起了離婚訴訟。這下網友又懵了，合着難道是雙雙出軌的局面？反轉，反轉，再反轉。不過大部分網友現在還是站在於恩泰這邊的哈，原因很簡單啊，因為你看這個女方是2022年的事兒，而於恩泰和律師的接觸啊，應該就是在他分居之後啊，而且時間線上有明顯的這個先後順序，而且就算於恩泰真的在離婚訴訟期間有了新感情，那也是在婚姻已經名存實亡的情況下。和女方涉嫌在婚內出軌這個性質是完全不同的。現在網上的主流觀點就是女方是這場婚姻悲劇的始作俑者，而徐璐呢，作為另外一位受害者，她的發聲讓整個事件的真相可以說逐漸清晰。於恩泰雖然在財產轉移和撫養費問題上有爭議，但是道德層面上他絕對佔據了上風。他的很多做法也是因為他在被出軌之後非常可以理解的防守反擊。說完了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哈，這個事件目前還在進展過程中，我們後續還會進一步關注哈。我接着想談一談關於出軌這個話題的看法。其實婚姻這種事兒啊，真的是不能既要又要還想要。出軌的誘惑可能很大，比如寂寞呀、激情，還有新鮮感，這些都可能成為出軌的理由。但你在做這件事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後果呀。就像買一隻股票，那段永平不說嘛，你買一隻股票之前，你要先想，如果它下跌50%，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就不要去買這隻股票。出軌也是一樣道理哈，就在你出軌之前，你要想哈，那離婚、財產分割、失去孩子的撫養權、社會輿論的壓力，這些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不能接受，千萬別出軌。有人可能會說哈，那我真的就是愛上另一個人了，我覺得只有跟他在一起才能過得值，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都比不上這份感情。如果你真到這個地步了，那你一定要開誠布公，在出軌之前，也就是說在確定跟另外一個人走入感情之前哈，和自己的另外一半要先溝通清楚，這樣至少呢可以減少一些傷害，也給雙方一個重新思考和做決定的時間，做出更理性的選擇。因為你這個時候可能只是情感出軌，但是身體還沒有出軌，這個時候你的另一半對你還是能夠接受的，而且呢他可能也会感激你這種開誠布公。總之啊，無論做任何決定，你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減少給另一半的傷害。那個可能跟你已經相濡以沫10幾年的伴侶，他不應該這樣被對待。你減少了傷害，即使呢未來你們無法做朋友，但至少不會成為死敵，也不會像于恩泰和史林子這樣鬧到對簿公堂，而且在網絡上互相攻擊的這種地步。你看王菲和李亞鵬啊，章子怡和汪峰，這些都是很經典的理性和平分手案例。章子怡和汪峰在2023年離婚啊，分析認為主要是因為聚少離多導致感情消磨哈，雙方都有事業家庭兩難全的這種困境。他們那個時候有沒有新的感情計劃不知道，但最起碼那個時候他們應該是沒有實質性的出軌，所以他們處理得很得體。所以即便汪峰已經有了新感情，現在他們還能夠一起在孩子的關鍵時刻能夠一起陪伴、一起慶祝，這對孩子的成長也是非常有好處的。剛才你說的這些啊，我估計肯定會有網友們說，哎呀，大汪你說的太理想化了啊！但其實呢，我想替他說一句，就是說真的，大汪本身就是這樣的人，就我覺得哈，我認識的這麼多人裡面，其實我覺得他真的算是那個非常正能量，然後非常的。怎麼說？我覺得他的這個人品啊，或者說三觀啊、素質啊各方面，我真的是覺得我周圍認識的所有朋友、同事，我接觸過的所有人裡面，他是最高的一個。不管說，多謝誇獎。所以說，作為他的这個人生伴侶哈，我誠惶誠恐，我還是非常非常幸運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了他作為我自己的另一半。但實際上，我並不是說是有意的這個去選擇在很多人裡面選擇，而是說真的是幸運。但是結合自己的這個經歷呢，我想說的就是說，在我們從小到大的這個成長軌跡中哈，父母其實不太會去告訴你將來要選擇一個怎麼樣的人生伴侶，更多的是，比方小時候是啊，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更多的是說，哎呀，要高考，考到好成績，考上一個好大學，對吧？大學畢業了，說找一個好工作
啊，不管是去央企啊，還是外企啊，還是說現在流行的考公務員呢，總之父母更多的可能操心你這方面。但是關於你選擇人生伴侶，很少有長輩能給出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這種建議。很多人其實也忽略了這部分，就是在談戀愛的時候，可能懵懵懂懂談戀愛，或者說你大學畢業談戀愛，你當時結婚的點，你可能碰到是誰，你就跟他結婚了，就很大概率上完全取決於你那個點，你正好戀愛的那個對象是怎麼樣。但實際上，我覺得對於人生來說，找一個什麼樣的人結婚，選擇一個誰作為你的這個人生伴侶，度過漫漫的一生，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就這一點嘛，其實巴菲特也說過，他覺得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選擇就是說跟誰結婚作為人生伴侶，對吧？那我跟大旺這麼多年戀愛結婚，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要選擇一個本身就很好的人。當然，他对你好，這只是一個前提。除了對你好，你們之間有愛情之外，你要本身就選擇一个本身素質就很好、道德底線就比較高的這樣一個人。那這樣的話，當有一天你們的感情被柴米油鹽磨滅了，或者說因為爭吵這個感情變淡了，或者說就是生活中遇到了另一個更有誘惑的異性啊，你真的有一方就是心理出軌了，那起碼他會就是說開誠布公的跟你去聊這個事情，友好的相對友好的吧，結束你們的這個感情。他不會說是婚內出軌，腳踩兩隻船，起碼就是說跟你這邊先分手，而且不會說出現財產的撕逼啊，就該保障你的這個起碼的經濟生活，友好的處理好這個財產分割之外，他再開始新的感情。所以這方面我覺得給很多未婚的人的建議就是說，要選擇一個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且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只能篩選，你不能很難去改變另外一個人。所以這麼多年呢，就是像大汪就是什麼出軌這方面的事情，我真的是從來沒有擔心過這方面，因為我相信啊，他首先第一，我相信他不會出軌，但其次，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他特別吸引的另一半，我相信他也一定會比較好的處理這個事兒。而且就是因為他對婚姻的這種負責啊，或者認真啊，或者說他對感情方面的這種潔癖啊、專一，其實會反過來影響我。比方說，我可能在我這個大學剛畢業跟他認識結婚的時候，我並沒有說對感情是覺得多麼的神聖，這個婚姻就是結了婚就不能離婚，或者說一定不能出軌。我那個時候可能還甚至覺得，哎，是不是出軌了還可以原諒對方啊這種的。但是他對這個婚姻的這種高要求，對於感情的這種精神的潔癖也好，或者說他的這種底線比較高，會讓我覺得啊，我的另一半這麼看重我們的家庭，這麼希望我們的這個小家越來越好，愛護我們的家庭，愛護我們的孩子，那我也應該就是怎麼說，更好的這個要求自己，或者說更好的愛護我們這個家。就不會覺得外邊的一些花花草草對我有什麼誘惑。相比較自己這種幸福、和諧、穩定、安寧的這個小家庭來說，外面那一切那真的都是過眼雲煙，就是一點兒都不會激起心裡的漣漪。把你一頓誇是吧？走心了一下。我覺得這種聊天的感覺還是挺舒服的啊，也感謝你對我的盛讚。同時呢，我覺得你看教育孩子，我覺得也是得誇。你這誇了我之後，那我更得做得更好了，只能做得更好，不能有任何的鬆懈。最後我們說回這個於恩泰和史林子這個婚變事件，表面上是一場明星離婚的狗血大戲，實際上折射的卻是婚姻的忠誠、輿論的博弈，甚至還有普通人維權困境的多重問題。我還是那句話哈，婚姻不是遊戲，出軌不是兒戲。在你做出任何可能傷害家庭和另一半的決定之前，你一定要先想清楚後果，珍惜眼前人，尊重婚姻的承諾，這是對自己、對伴侶、對孩子最基本的負責呀。如果真的走不下去了，那就體面的分手，給彼此留一點餘地，也給孩子一個相對健康的成長環境。最後啊，我們也不說什麼讓他們兩位能夠放下恩怨這樣的一個站着說話不腰疼的話了哈，只能希望他們能夠理性處理剩下的法律程序，盡快給這場鬧劇畫上一個句號。因為婚姻可以結束啊，但無論如何不要讓孩子成為這場戰爭中最大的犧牲品。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